試水前跟試水後竟然都是一樣的，奇怪，真的太奇怪。今天我们又来到一个很特殊的漏水现场。它这个漏水很奇怪哦，它是在墙跟地板的交界处渗水。今天我们就来追查这个原因，它到底水是怎么进来的？很奇怪，真的太奇怪了，因为它外面是属于层缝的位置。照理講，正常順水下去的時候，它應該不可能造成這麼大量的水。今天我們就來探討一下，它為什麼漏水，甚至它的水是從何而來的。我們一開始的判斷啊，漏水原因有兩個，一個就是外牆層縫漏水，第二個就是窗框漏水。所以我們一開始決定從這兩個方向下去試水。試水方向一，牆面漏水。我們現在思考，它水橫向進來，它第一個反應你是在地底。它要吸上來的話，除非說它橫向進來的水很大量，非常大量。後來我們討論說，它可能是制高點的部分可能有水進來，牆體的部分有水進來之後，往哪邊跑？但是你現在打開了這個地方，這個地方沒有。對。好，你看咱馬卡的外面，總之是石材嘛。對啊。對啊，咱這石材的部分，咱是不是順水落？你講伊會落去，是吧？有機會，你才先大大，除非講你若馬卡將破就大坑的。它的外牆看，外牆面第一個外牆面確定都是垂直的結構面的，那第二個防水還蠻完整的。那唯一有可能有破口是，以這個高度來看，唯一有可能就是什麼樓板石材的鐵件。那也不可能那麼多水啊，水晶進來到，我們拉到兩邊去，邊我到這邊呢。所以我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外面去沖，看看它會不會有問題。就是類似發霉的那種啦。前節較受漏水嘛，咱以前咧當初看是就沾水去呀，對不對？這個布嘛，對不對？正常是安尼嘛。愛的孔孔啊，我覺得應該先把這個擼掉就好。這個可以掉好。對啊，那個是水痕。這個應該是濕氣的東西，根本都沒有掉啊！你看。那一塊特別濕。沒有啊，靠北，這邊就不告不了，結果查到龍角水。所以這個破掉的地方都要打針。沒有啊，所以重點是我們必須先把到底是不是窗戶漏水，還是層縫漏水。如果是窗戶漏水的話，就很好看，我們這邊再打這個。剔除後的牆面狀況，窗框下有條裂縫延伸到水痕的制高點，牆面有水痕及白化。那個石材沖看。沖了半個小時後，還是沒有任何的改變。以我的經驗，不會漏水的話，灌成這樣早就漏，除非點不對。試水方向二，窗框漏水，它是朝裡面，到這邊之後吸在這邊說出來。放水哦。放，你現在怎麼沖？把這個割掉，直接朝裡面灌。沖了半個小時後，還是沒有任何的發現。我們經過這幾次的沖水實驗以及連日的大雨觀察，大家注意看，一開始打除的地方跟我們原本判定可能漏水的區域目前都沒有任何出水的跡象，真的是很奇怪。原本以為會漏水的地方完全沒有反應，現在我們有一個新的方向，很有可能是地板當初採用硬底工法做打底貼磚的水分倒吸上，長期含在牆體內而造成的。這個暗場的地磚是先將舊有的地磚全部打除後，在樹地上施作防水層，接着進行硬底施工。通常會在地面上灑一點水，增加它的粘着力，再將水泥砂漿攪拌後進行打底。等打底層乾燥後，才開始貼地磚。當地面已經被防水膜完全覆蓋後，水分就不再往下滲透了，便會往牆面及地坪交接處去流動，透過虹吸的作用被牆體去吸收，沿着交接位置向上形成一整條的水痕。看起來非常像外牆或層縫漏水，但實際上並非是如此哦。我們會這樣子推測主要基於現場有幾個關鍵現象：一，打底層施作完成後，牆面就已經開始出現了水，當時水痕比較淺，但到了貼地磚的階段因為額外的施工水分增加，水痕的顏色就變得比較深。不過我們到現場時，水痕已經逐漸的變得不明顯，顯示它有慢慢退掉的跡象。
2，牆面打除後，裡面的結構層是乾燥，摸起來並沒有潮濕感，這一點非常的重要。因為如果是持續性的外漏水，結構層通常不會那麼乾。3，靠近地板交接處的油漆有發霉現象，代表這個位置確實曾經含有水汽，但它不是大量的滲水，比較像是施工過程中的水分被牆面吸收後，短時間內排不出去，才造成表面的水痕、局部發霉及孔洞。綜合多次試水都沒有反應，以及水痕最高點目前是以乾燥的狀況，可以確認這一次並非是外牆漏水，而是硬底施工階段的時候水分所引起的現象。綜合我們這幾次的沖水測試，還有連日下大雨的觀察，現在可以很肯定的告訴大家，這次真的不是外牆承縫或窗框漏水，而是地板做硬底的時候施工的水分跑进墙體裡面造成。雖然看起來很像在漏水，但其實它是假性的漏水。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試水試了這麼多次，外面雨下這麼大，室內卻完全沒有反應。後續的建議啊，簡單來說，現在要先把孔洞、發霉還有水痕的地方全部剔除乾淨，直到看到底層的牆面為止。接着批涂油漆之前啊，最好先開除濕機或者通風，讓牆體內的水汽啊徹底的乾掉。這個案子啊，再次的提醒我們，並不是所有的水痕它一定就是漏水，有时候施工的過程中啊，的水分它也會搞混。還好我們有耐心，一步一步的檢查，沒有亂拆一通。今天的漏水追查就到這裡。如果大家也有類似奇怪的滲水狀況啊，歡迎留言給我們，我們一起來幫忙分析。謝謝，我們下次再見哦。如果你覺得這次影片對你有幫助，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我們會持續帶來更多實用的抓漏防水案例。感謝你的收看。